朋友，我们来看看疫后啊，全世界都在拼经济，因为很多国家啊，包括台湾在内哦，有很多经济上面的过去的一个挫折跟这个伤害，现在要赶快把它恢复起来。所以你看看对岸的习近平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哦，他在打造经济监督的特种部队哦，包括呢，我们看到5月23号，习近平召开审计委员会哦，要求什么呢？要以有力有效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跟国家的工作大局啊，包括你可以看到呢，稳定物价哦，因为物价有飙涨嘛哦，这个另外呢，要盯紧宝贵财政的资金啊。加大对稳经济一篮子的政策审计力度啊，这个是他们自己在国内拼经济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平衡。而在美中对话这个部分呢，看起来习近平也牢牢掌握住这个发球权，因为我们看到白宫呢不断的在放话说会安排包括布林肯、包括叶伦、包括雷蒙多哦这些高官来访中，可是现在中国大陆还是已读不回，有一点给人家碰一鼻子灰哦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我们看看在军方哦，包括美国印太司令就讲了哦，必须的赶紧的赶快跟中国大陆的对话，在军事方面哦，因为如果冲突升高哦，或者是紧张局势升高，造成冲突，这个代价太高了哦，所以他们已经在准备，并且在敦促可以跟中国的军方来做会面。而另外呢，美中关系的修补关系啊，其实各自都有盘算，里头还有很多的未爆弹。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哦，他过去呢，在几个月前，其实就是2个月前，曾经中国大陆派他去到美国去当一个特使，想要传达哦，想要在俄乌战争中扮演和事佬啊。可是美国却质疑他哦，所以崔天凯呢，他必须向这个苏立文以及雪曼传达说，中国不管怎么讲怎么做，你都会怀疑我们哦，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更深入的沟通。他作为一个特使，他穿梭在美国，可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实在是太不信任了哦，美国愿意跟中国再做更深入的沟通，可是这个沟通的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打开。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拜登调整对中国大陆的策略了吗？大家说中国这个因为他的这个策略都一直在，可是美国正在调整，包括你看到雪曼要退休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华自强，就是这位仁兄，他是 China House 的一个 leader 哦，那包括在这个气球事件之后呢，他曾经出来说我们要 delay 制裁哦，不要这么快就制裁中国大陆哦，来控制美中之间的经济损害。所以呢，过去大家觉得他在中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是现在他也要去职了。所以拜登或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到底是调整的比较和缓，还是往紧张的方向走呢？其实外界也都还在观察当中。而另外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所谓的美债快要大限逼近的这个时候哦，看到美国国内的共和跟民主两党还在陷入僵局。这个惠誉昨天已经将美国 AAA 顶级的信评列为负面观察了，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呢，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破产海啸。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可能会在这一波的债务危机里头破产。而另外呢，北京它当然也祭出一些反报复的措施，包括它对美光下手。看起来是很强硬啦哦，可是 Bloomberg 的评论是说，这个重手呢不会对中国自己造成重伤哦，看起来好像我下了重手，我也伤了自己，可是它不会造成重伤，可是能够用的手段恐怕就是这一些了。而另外我们看到西门子的 CEO 也说这个捍卫并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大的公司，包括西门子，包括 Nike 啊。他们其实还是需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所以一方面他们在大国对冲或者大国冲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要希望可以再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产线也好，或者市场也罢。另外，艾迪达也这个表达出类似的这样的讯息，在这个时间点呢，传出了亚马逊它的中文官网要停止运营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哇，这个亚马逊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是不是要慢慢的关闭起来了？可是今天我们去求证的结果是亚马逊告诉我们说亚马逊对外的说法啦是说它只是在7月中的时候会关闭某一款这个 app。
所以呢那一款 App 不能用，其他的你还是可以上他们的官网。从这些方方面面的业务或者方方面面的企业在中国大陆调整他们的服务内容来看，到底呢未来美中会怎么样对抗，或者是在合作方面会慢慢的出现呢？现在要看的是2024美国有总统大选，2024的年底现在看起来川普要这个再来一次即将再回来这个要跟所谓的拜登较劲。可是现在川普最大的对手在他党内的有一名44岁的明日之星，这是来自佛州的州长DeSantis 他已经宣布了要角逐美国总统的大位所以是不是川普要先跟 DeSantis 先打一架？然后胜出了，才要跟拜登再来竞选总统的宝座。先来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呢？那个美光后来据了解，中国大陆只制裁那个骨干设施的部分，所以事实上只占它的营收只有1%，它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大概占它10%所以我们看美光只有第一天股价开盘跌5%，收盘是2点多。那之后就是涨起来了，所以我认为事实上影响非常小了中国大陆后来还是只根据网络安全的审查，所以只对骨干设施做制裁，其他并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对科技的反制还是非常谨慎因为上次那个针对那个洛克希德跟那个基本上是因为对台军售，它并不是真的所谓的科技战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一点刻意要凸显自己比较遵守 WTO， 所以基于 WTO 的大原则就是说贸易战科技战它不会跟进美国了，我的感觉是这样那第二就是，事实上华智强他只是一个辅助亲他跟雪曼怎么比事实上真正的鹰派就是雪曼目前事实上我们听到了几个人事案大的趋势包括那个谢峰到任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大使要填实，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掌握更精准的掌握美国的状态嘛，不然你派大使干什么？你也可以延后再派那雪曼事实上比较关键雪曼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是铁娘子他可以主导谈判那不屈不挠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我基本上是认为拜登跟中国的关系是在趋缓当中，可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突破点，因为台湾议题还没有共识那DeSantis宣布参选，我觉得是预期中。现在重点是DeSantis愿不愿意当副手，这个蛮关键的那据了解，好像有机会。那如果这样，就是拜登的噩梦因为如果川普跟 DeSantis 联手那我目前看到的民调是至少赢6%以上，赢面比较大，非常大，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主要是看这两个人会不会联手不然DeSantis没有必要宣布参选，因为他目前的民调还是落后那他为什么要宣布所以我觉得你以后看两个人的互动看他跟川普是不是斗得很激烈否则搞不好是想要迈向一个合作的牌局是赖老师。我觉得这个中美的关系跟台湾原本是连接在一起这个情况有可能，我初步的观察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美国的国务院或是美国的政府的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他们是根据一个学说，那这个学说就是说谁提出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如果能够说服拜登或者他的主要的核心团队，像苏利文为主布林肯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团队，那他一旦说服了，他就采用这个学说，然后就会由提出这个学说的人来组成一个小团队，然后他们就负责执行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初步来看的话不管是薛曼或者华智强等这一群人，我觉得他们是延续这个特朗普就川普时代一直到拜登的时候再把它提高，就是打台湾牌。也就是他们认为说我打台湾牌，而且采用极限施压的方法，逼得中国大陆让步让利，然后用台湾的议题来做交换。因为这个过去在陈水扁时代的时候，美国打台湾牌有效，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总书记胡锦涛他们就让了很大的力，包括不管是处理这个朝鲜的问题、伊朗的问题，甚至在联合国里面，中国从来不投下否决票，只能投下弃权票这样的情形，所以就鼓励了这一群人，他们认为以前的那一套有用，现在也应该有用。结果碰到习近平踢了铁板。那我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就习近平是谁打台湾牌谁倒霉。那我看本来美国拉的 G7 的国家在打台湾牌的时候，越打的人越倒霉。你看现在法国跟欧洲的国家慢慢的就走所谓的自主。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也开始跟美国也保持一个距离。那也就是说，逐步的都在不打台湾牌了。那现在的情形就是薛满这一派的学说失宠了。那他们目前来讲看起来这个要改变了。这些人如果都走了以后，我相信未来台湾的话题就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可能会慢慢的脱钩了。这当然要看实际上的运作。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议题慢慢的脱钩出来了以后，那中美就是针对于具体的事情直接谈了，不把台湾再连接在里面。如果一旦不把台湾连接在里面，台湾的声音议题就在美国的政界里面声音会越来越小。那不管是美国的国会，有些人要炒作，共和党要炒作，但是以拜登为主的，甚至纽约时报等的这些的声音，就会慢慢的把它淡出。来请教吴老师，吴老师。现在中国这次志在美光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主要是网信办认为说它没有通过安全审查。其实美光刚才像亮哥讲的，它其实在中国大陆没有占很大的比例，而且它的产品不是那么敏感，主要是在手机对还有一些笔电上面，所以它进来我觉得是不痛不痒，但是有点宣示跟象征的意味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它这一次中国禁它其实它可以第一个是它保护国内的这个高科技产业。二来是它就算没有美光的这些帮助，它可以用南韩的像三星或者是 SK 海力士的产品来替代。它最主要还是要维持着国内的高科技晶片，他们想要在地化生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其实我们就要回过来看说，那其实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互相打这个贸易战，它的这个还有科技战的这个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其实在美国在2021年有一个创新与竞争法案。他其实想要就是看到中国大陆不断在崛起，要赶上美国这个科技上面，美国他在这方面想要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加压嘛，所以他其实这个创新法案是2021年的时候由这个 Schumer 跟他Young提倡出来的。当然你有提供一个520亿的这个所谓的补贴晶片，希望这个各外面的海外的厂商去这个盖晶片厂。那当然这个是参议院提的，那众议院他本来也提他的版本叫做这个后来改成叫做晶片法案那当然，这里面就是特别把这个520亿加了527，而且要分给这个所有这个到美国设厂的这个高科技公司，当然还有减税减25%的税。当然，他后来大家觉得这样分不了多少，所以我这个讲的就是，如果中国大陆面对这个美国在科技上的打压，他一定要有象征性意义，他对美光做一个这个制裁。那未来这个。要看这个习近平在对于这个所谓高科技晶片的制程，还有保护国内产业方面，他能做到多少力道？是对。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国防部怎么搞的，突然发生了大火起火原因现在不知道可是熊熊烈火到底是为哪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啦，今年5月3号，克里姆林宫也一样，它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你也可以看到火光，这个整个熊熊火光在这个天空都照亮了。所以呢，那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消息来源，包括匿名的美国官员都说这个是乌克兰精心策划的所以一桩又一桩的像这样子国防部都被纵火，到底有没有可能是跨国，包括来自乌克兰的攻击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而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不管是人员，不管是炮弹的消耗都很惊人。西方国家一直不断的提供军火，可是这个军火库也开始紧俏起来了，因为一直不断的在消耗嘛。我们来看看一个对照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1914年打到1918年一共这个法国一共打了250万枚直径75毫米的炮弹。可是呢，2月份从美国机密文件流出来的内容显示过去11个月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是前年2月份嘛，11个月里面不到1年，乌克兰的军队消耗了将近100万的炮弹，所以这个
炮弹消耗的这个数量啊，还有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又出手了吗？美国的核子动力航母。这个福特号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到了奥斯陆，在北方在挪威在北欧这个地方。那俄罗斯当然觉得非常紧张，也觉得说你这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俄罗斯就说这是不合逻辑而且具破坏性的武力展现，并且同一时间，俄罗斯通知芬兰说，我本来跟你有军事互访，现在也要取消了所以你看到北欧包括整个欧洲大陆呢，这个对峙或是紧张的情况都还在持续当中。而我们看到前几天不是说乌克兰拦截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匕首飞弹吗？那时候大家都议论纷纷，怎么拦截得到呢？那现在呢？路透社的报道是说，原来是有3名俄罗斯的极音速飞弹专家向中国大陆这边来泄密，所以乌克兰才这么成功的拦截到这个匕首飞弹，是这样子吗？因为我点进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道内容啊。这个所谓的泄密案没有错，过去有3位极音速的飞弹专家因为叛国罪被捕，而且他们是做这个匕首飞弹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和力学的专家，可是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从2017年到2022年所以跟这一次的匕首被拦截到底有没有关联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说，这个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是用冷战思维拼凑出来的，所以现在这桩事情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3名俄罗斯间谍泄密的结果。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一时间5月24号，就此刻第2届欧亚经济论坛正在莫斯科举行。那习近平今天也透过视讯的方式在这个所谓的经济论坛上面发表谈话。而在这个前一天5月25号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理，许诺支持会让彼此的核心利益可以得到保证2个人握了手。这所谓的欧亚经济论坛，我们可以看到呢普京他也露面了，他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实施的政策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且呢他也承诺会跟中国大陆优先在8个领域有合作。中俄这2个大国也在经济上面的这个包括结合也不受战争的影响，也是紧密再紧密。而另外南海现在也有争端，菲律宾就说我在南海我主张的经济区域这里我投放所谓的导航浮标所以他就在这里投了3座导航浮标。那中国大陆看到也不开心他说你凭什么在这个地方画上你的经济海域呢？我不承认。所以他也在南海的3座岛屿这边设了3座的这个灯浮标，他也投了3座的灯浮标，包括火爱礁、牛轭礁还有南薰礁附近就是这个在宣示说我的主权在这里，这是我的经济海域。那胡锡进前环球日报的总编辑就说了，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对菲律宾仗着美国的势力耍混做退让安抚的宣示所以这个2个国家在南海的这个争议看起来有一些冲突。而另外我们看到菲律宾电网公司中国国企拥有40%的股份引起了国安的疑虑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基础建设有40%的股份所以看到菲律宾的参议员就说了，这是国安的威胁所以呢菲律宾总统府就讲了，如果有必要会回收对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的控制权美中或者是这个军事对抗当然会延续到其他的国家。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这些对峙或者是一些对抗也是这个美中对抗的一些这个继续的扩大的展现。而另外呢，中国大陆现在在军事方面当然有很多的提升，包括你看到的在兰卡威的一个叫做海事与航空展上头，中国大陆就展出了多款没有在中国大陆官网中现身过的军舰模型，包括这一艘中国052D 型的飞弹驱逐舰，它叫做湛江号这个模型也在这个兰卡威的国际海事与航空展上面展现出来。而另外呢，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制造所谓地表最强的炸药
CL20哦，它的威力据说增加40%哦，这是解放军他们新研发出来的炸药。美国议员甚至打算要提案跟进哦，认为我们也要有提升哦，才能够跟中国大陆的军事来加强比拼。来请教亮哥，这个俄乌战争，坦白讲，现在很难考证谁说的对啊，因为讯息非常混乱啊。不过，如果俄罗斯的国防部真的起火，而且美国官员竟然这样说啊，这美国官员讲话非常特殊啊。他说克里姆林宫那个无人机就是乌克兰搞的，美国怎么会这样讲话啊？这个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那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一些政府内的反对派里应外合嘛。所以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奇怪的事件出现。包括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因为你说一辆载有炸药的卡车能够上桥，然后经过那么多关卡的检查，这个没有内应，人家也不相信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普京得票率本来就76%嘛，他内部本来就有反对派啊，而且国防部绍伊古本来就有反对他的人，所以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太惊讶了啊。不过就是我比较意外是美国又把这个消息给曝光啊，因为你如果注意去看美国所释放的消息，最近真的蛮诡异的。比如说他还透过那个爆料作家Seymour Hersh，他爆料说这个波兰啊，还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酝酿要让泽连斯基下台。那因为他的资料来源常常是来自 CIA， 所以你就会觉得蛮诡异的啦。最近。而且这个，我认为匕首啊，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相对的消息，就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爱山基地被毁，而且也有照片哦。对，那匕首也搞不清楚到底几枚啦。乌克兰说6枚，然后俄罗斯说事实上只有2枚啊。可是这个肯定是跟中国没有关系啦。如果说是有人泄密给中国，那应该是有助于中国发展自己的超音速导弹啊。中国怎么可能跑去跟乌克兰讲，然后让乌克兰可以拦截？这个就不可能的事情啊！这蛮怪的，这个逻辑上不通啦，因为这种东西早晚会被揭露的嘛，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做这么傻的事啦。但当然有可能从俄罗斯那边得到一些技术的外泄啦，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啊。那我觉得啦，这个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啊。事实上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还敏感，比浮标还敏感。敏感啊，就是仁爱礁啊，仁爱礁菲律宾不是卡了一艘船在那边吗？然后美国最近要派船进去做强势运补啊，要进去做修护运补啊。那中国大陆也把它最大只的海警船开出来，然后也放话。因为有一艘很大的拖船就在附近，是说只要台风一来啊，这个地方涨潮，他就进去把那个船给拖走。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更戏剧化一点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仁爱礁那个才值得观察啦。是，就美国真的会强势进去运补跟修护吗？那这样恐怕会真的会有冲撞上的冲突。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想请问赖老师，你怎么看？我就先看一下俄乌的冲突哈，因为西方媒体的认知作战实在是做得太超过了啊。一开始又说春季大战，然后又说夏季大战，而且呢又说已经是总反攻，而且呢俄国会输得很惨。可是到目前为止传进来的资讯都不是这样啊。那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城市，事实上乌克兰没有守住。而那个城市确实很重要，然后没有守住以后又说，哎呀，这个俄军也用也没用啊，占领也没用，因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什么。其实怎么会没有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牵制乌克兰的补给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不是说你去进驻啊，说没有用它的水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乌克兰当初为什么要守？很明显的就没守住。所以我觉得欧美的媒体认知作战到最后把他们的媒体的信誉都毁掉了。我觉得这一年欧美的媒体智商很严重，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所有的报道，
因为他们都是变成宣传机构，不是一个新闻媒体。我觉得这个是伤害最大的。有关于这个中国跟俄国的问题啊，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到彼此之间，因为首先你要知道，在国际关系里面，核心利益的定义就很精确了。核心利益也就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尤其是重大的利己上的安全，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这个主权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包括领土的完整性跟统一性。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俄国跟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明白，他们在核心利益上是互相关切，而且在国际上的定调会是一致的。这个其实就是背靠背了。那我们一直在讲到说美国人最怕的就是中国背靠跟俄罗斯背靠背，很明显的就是背靠背，这个已经态势已经很明白。那这个部分里面，你看俄国已经愿意把江东六四屯，而且这一次谈的就是整个远东地区的4大块的区域，这个州全部跟中国大陆要进行合资。那也就是说，俄国提供土地，中国提供资金、技术跟人进去，开发出来的经济利益双方共享。这个不得了啊！也就是说，整个东北这个地区的土地，中国进去开发以后，未来在这个地方所产的大豆、玉米还有这些所有的大麦，你想想看，它可以供应中国大陆的整个粮食安全的所需。那一旦开发出来以后，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大宗物资的需求一定会大量下降，整个人类的大宗物资的粮食的价格一定会下降，那这个已经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粮食安全的问题。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最后你会看到南海的问题，你射灯浮标，我就射灯塔。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吴崇涵老师跟我们讲讲南海的争夺战。其实菲律宾问题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一来中国在南海又坚持一点都不让，可是他又不希望在南海这个问题让这个所谓这个东协10国跟中国变得交恶，所以中国这几年他不但是在上面有做一些作为不管填岛造礁也好，但他也希望跟这个菲律宾或是越南也好进行更多的商务往来。就是因为这样，让菲律宾有了一个所谓我们讲他玩2手策略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在杜特地，这是很轻松。小马可仕上台之后，他就是这样他一方面也欢迎贺锦丽来访，而且他们谈 EDCA 又谈怎么样让美国可以在上面有4个军事基地然后用那个军事基地来进行这所谓整补。但他一方面呢，小马可仕又是这样，他上台之后，他立刻又去北京又去拜访，去谈什么？南海油气共同开发，这个南海油气共同开发，其实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想要借由我们讲的共同开发、共同合作来化解所谓领土争议的一个方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们是这样讲。问题是，这个南海共同油气开发，其实早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谈了。杜特地时期呢，因为分配不均包括中海油跟菲律宾国家石油，他们对于说开采出来这个利益要怎么分，谈不拢。菲律宾依照他们宪法说，他们要拿60%的利益。可是这个中国说不行我要49%，我说50%一点点49%。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于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千子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推出所谓的民主大联盟，要抗中保台，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网络上声量大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通通集合出来我们来看看呢，包括李正皓、包括曾柏瑜、包括吴峥他们分别代表出战新北的中永和，以及新北的大新店区，还有新北的中和区。这些人呢，有人觉得他们是战将，可是也有人觉得他们有很多负面的一些说法过去可能北共说话乱讲那有没有可能呢推这些人出来反而是负分呢？我们先来看看李正皓。李正皓现在是一名名嘴他经常上电视节目脏痞时事，可是
常常突贼哦，必须讲，我们随便一 Google 一下，就他的争议言论就一大堆哦，包括在疫情期间，他曾经说过，马来西亚是用塑胶袋做防护衣，当地警方拘捕犯人的时候会进行防感染措施啊，讲得活灵活现的，还有民间的丧家夜间紧急下葬哦，就是那一些这个言论哦，在网络上的影片后来被当地包括马来西亚人抗议啊，后来因为也证实了是假讯息哦，电视台就把这些影片给拉下来哦，网络影片都下架了，他自己也来致歉哦，所以就是这些争议的言论呢，不知道是电视台塞给他的哦，还是他自己也没查证。总之，过去的言行啊，也会被拿出来放大检视，而包括曾博瑜这一位哦，所谓的太阳花世代的这个战将哦，在民进党的说法是战将哦，过去曾经加入时代力量的哦，他的言行有哪一些呢？包括他说台积电变美积电哦，因为我们不是要被迫迁厂过去吗？还有高雄不是一堆浮尸吗？黑道治国这一些说法哦，他说曾博瑜说都是认知作战。都是认知作战。那我们当然在新闻大白话也常常接触到这些议题或讨论到这些议题，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啦。所以可能曾博瑜要好好的再用功一下哦。那另外吴峥哦，这个他在台北市哦，这个我记得是大安区吧，选议员选2次啊，屡败屡战啊，都没有这个当选过哦。这一次被民进党征召出战新北的中和区，他也是坚定的反中哦抗中的议员呐、包括你可以看到他讲到。那个时候不是在讨论说要不要把我们多的口罩捐给中国大陆吗？他说啊，如果我们捐口罩给中国的话，中国会放弃武统吗？认为其以为不可，他觉得万万不可，不可以捐给他们哦，会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吗？这是吴峥过去曾经说过的话。讲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当然从这个名嘴这个位置啊，因为经常曝光，然后得到选民的一些认识哦，那进而晋升到民意代表的代表人物就是于北辰将军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友台也有一些争议的言论呐，包括一发飞弹拦截率70%，三发就是210哦，这个被很多理工组的男生这个拿来取笑哦。那于北辰将军呢，这个算术的能力哦，被大家来嘲讽哦。那必须讲哦，这个也都留在网络上了啦。不过这个声量大哦，讲的话很这个激烈哦，或者是你的这个议题啊，都很拉得很高，就代表你的能力好吗？哦，包括王义川哦，前台中市的这个交通局局长，也曾经批评过中国高铁没有那个靠背哦。他讲的应该是那个小枕头啦，可是这个在中国大陆也被笑到不行哦。所以呢，抗中保台区分中国威权专制，可是没有错啦。我觉得中国跟我们的这个制度上就是不太一样嘛，跟我们台湾制度不一样，我们是用的是民主制度，我觉得可以拿来用事实来批评。可是如果内容不是事实的话，那就是欺骗民众了。我们只想凸显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不要盲目的抗中，不要盲目的仇中。对岸有好的学起来，对岸不好的那当然祝他们幸福，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呢，现在是不是还是要走回抗中老路呢？看起来是的哦，这个是比较老派的民进党的首路吗？反共不反中赖清德是不是又在骗毕竟你一定要先把票骗到手，骗进口袋，你才能够有这个所谓的下一步嘛。另外我们看到呢，朱立伦这一边国民党这一边，我们大家看到呢，是不是传出他要陪侯友宜到美国去面试去访美呢？也有人说会不会最后陪考变正取你是来陪考的，结果反而美国人觉得你比较厉害。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两岸议题也有人说要问这个民进党，你准备好了？这个是国民党说，你准备好了去美国大声说出台独主张了吗？两边在做所谓的两岸或是国际外交的攻防，两岸问题每一次都是我们大选的关键包括外媒现在也都在关注这三咖到底谁会未来领导台湾呢？因为
必须讲兵凶战危，大家估计中国未来几年尝试侵台，这是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 说的所以呢，大家都在看未来的领导人有没有可能对带领台湾走出困局或者是对于有能力侵犯这个或者阻止或用各种方式让中国大陆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尤为重要。而另外侯友宜对于9·2共识到现在没有讲清楚是要还是不要这件事情你要9·2共识还是不要9·2共识，还是你可以创造另外一个说法？到现在呢，他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很焦虑绿营也不断的打着他这个逼他表态。我们看到了蓝营的党务人士是说，因为现在的9·2共识已经被民进党污名化了。可是9·2共识是定在国民党的政策纲领中，可以说国民党的 DNA 里面已经存有9·2共识，但是9·2共识被民进党污名化了，所以不必拘泥9·2共识大家听得懂吗？网友说被污名化也没有看到你要证明，就批评这个国民党，你被污名化呢，那你9·2共识你就要想办法洗刷，要不然你就要跳脱嘛。可是看不出来你有做什么样的努力。那柯文哲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选择呢？我们看到柯文哲他说，理论上台海不会发生战争，可是要用沟通来降低风险。他的论述是台湾、美国、中国要维持平衡，台湾主要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不需要跟中国恶言相向。台湾要扮演中美沟通的桥梁，不是对抗的棋子。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 WHA 在开年会嘛我们台湾由卫福部部长率领，有很多网红过去也有一些民意代表过去在这个会场的外围举牌抗议，甚至围着谭德赛就说怎么不让台湾加入那有人就讲说这个是已经变成执政党抗中的工具吗？因为你看到我们不能加入，那当然很多人会很生气嘛。民进党这样做，把它当作抗中的工具，可是蓝营呢，感觉比较像是执政党，他比较务实他说呼吁以9·2共识来重返 WHA， 可是陆委会很生气他反问蓝营说，你们是不是在迎合中共呢？你们是不是在做政治勒索呢？这个在野党是在监督或提出解方嘛可是执政党还可以反问呢所以我们台湾就很错置执政党很像这个在野党在野党很像执政党，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最大的困境。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赖神赖清德，不是这位赖神，是这个赖清德推出的民主大联盟，你觉得这些人 O 不 OK 你这个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点社会代表性吧，社会声望那第二个就是当地要能够接受啦。比如说那个万华地区，据我了解那你如果真的是要推鸡排妹，那人家地方就有很强的2位议员事实上吴佩益跟刘耀仁都很强那我就不知道潘孟安这是什么 idea 了那另外就是你叫李正皓、曾柏瑜跟吴峥去选新店中永和你有没有搞错新店中永和是那个氛围是公教区比较保守，而且就是蓝的铁票区跟这这3位的那个氛围完全不一致我就不知道他的是怎么思维想吸年轻票这不是年轻票的问题因为这地方有很多人都试过比如说中和，坦白讲，我认为现任的江永昌是最强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选那江永昌为什么选得上？因为人家家族在当地经营很久了那他个人形象也蛮好的。那你现在你在地方没有经营过，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江永昌这种就是传统势力，他也有一些地方的力量那并不是说只有那个社会的知名度这样你就可以选那我不知道赖清德的思维啦，他是不是说因为反正找不到人就练兵那至少让这些年轻的太阳花世代可以帮他说点话或者他们可以开记者会来 K 侯友宜啦那至少也是一种外围兵团嘛，也许他只是这样想而已啦。我坦白说，这3位要当选的几率几乎是0几乎是0几乎是0高远汉说他觉得吴峥很有机会
中和区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黄伟汉太不了解中和区了啦。我跟你讲，黄伟汉没有选过哈，最好不要只用那个文宣、用知名度就去判断一个选区了啊。比如说，我认为鸡排妹绝对不可能比吴沛忆更适合。吴沛忆当选几率很高那你偏偏就要搞这种噱头啦，这个就是没有必要。那我坦白说了，我是认为侯友宜必谈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区别的2大政策，一个就是9·2共识，一个是核电。我认为这个是不明智的啦。你说侯友宜？对，因为这2个议题真的吵开，国民党不会输的。你可以讲得更精准就好，比如说你可以说中华民国宪法下的9·2共识，或者你就直接讲一中各表也可以啊。就当年我们就是在一中各表的精神下，所以有23项协议。你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讲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9·2共识，有了23项协议。可是你不能不答啦，你知道我意思？因为据我了解，就是说礼拜天就是你那一场嘛，因为私下很多人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回答呢？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们以后会讲核电也是啦，核电我并不认为国民党可以回避啦。因为摆明了2024到2028是一定缺电的啦，你不可能不面对核电问题啦，不然电价就是会变得很贵嘛。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不管是太阳能或者是 LNG 都是非常贵的。你不可能不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未来整个成本都会垫高的。那你不可能不面对核能电厂的问题，你即使不要核四，你也可以说你要不一样的核电啊。可是不可能回避的啦。我是觉得这个选举侯友宜真的把这个选举看得太简单、太乐观了啦。他9月才要请假你另外2个对手都是全天候在选举那柯文哲是所有的议题都准备完了那赖清德是当过行政院长那感觉你这一边2大议题你还在回避答案，我刚刚讲光是 TVBS 就每天追你那到时候人家会怎么看你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恐怕要想清楚了。是，来请教赖老师。如果要找所谓的刺客兵团那找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其实都是独派的色彩特别浓。这个就印证了赖清德一直想要摆脱，都回避说你到底主不主张台独？他每天就在回避这个，结果用的人还是这些都是极独的，国民党的。对，但是后来独到不行嘛。那你看到最后都是找到一堆独到不行的人，然后独到不行的人来去当他的刺客兵团。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本质里面的台独他洗不掉，因为他弄到最后，他最青睐的还是台独的新时代。那台独的新时代要来选这些小区的这些立法委员，坦白说，我觉得实在是太天真了。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在政治打滚那么多年的人，还玩这么天真的这些老把戏。为什么说玩这么天真的老把戏？过去民进党可以用文宣来取胜，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执政了快8年了，那要再搞文宣来取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选举区小选举区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经营人脉，想透过空降空战，说我就在小选举区里面来赢，这个坦白说，这个简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这个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潘恩安的手笔的话，那潘恩安真的应该要打屁股因为你现在是在帮赖清德操盘你帮赖清德操盘操出这种盘，坦白说真的不像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的一个手法9·2共识的问题，其实在台湾不怕被污名化，因为这个是可以辩论的，而且越早辩论越好，而且越早在国民党内启动辩论，跟赖清德来辩论，我觉得对国民党越来越有利。为什么？因为你当初韩国瑜选举的时候回避9·2共识。才会造成9·2共识被污名化。韩国瑜有说9·2共识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但从那以后就回避了，就不再直接用9·2共识来跟蔡英文来 PK 嘛，所以才会一面挨打嘛，而且被打得很惨。被打得很惨的情形下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我就一直主张你要直面对战你怎么可以回避9·2共识都不讲，东躲西躲，东闪西闪。
结果呢，这整个战场就被蔡英文主导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今天92共识在台湾的内部的市场是有的，是可以打的。可是问题就在侯友宜或是国民党为什么要回避92共识？其实主要是美国。我根本不认为是台湾内部的问题，是美国。为什么？美国要不要你92共识？美国坦白说，当他要打台湾牌，所以要打台独牌的时候，他就不要你92共识。所以今天你要到美国去的话，你再跟美国人说我要92共识，那你就通不过这个考试。侯友宜为什么现在不说？朱立伦为什么现在不说？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为什么现在不说？就是因为要到美国考试，所以他是对于美国来的，而不是对于台湾的内部来的。是，来请教这个吴老师。其实现在3党候选人的这个美中台政策，我也比较有兴趣啦。那你看这个赖清德，他的一定是抗中啦，那是对抗嘛。对，因为他虽然讲什么和平保台啦，一开始讲和平保台，现在讲说这个这个对中国跟对这共产党不一样嘛，仇共不仇中。其实他主要还是我们讲国际关系，我们讲的抗衡。他现在只是比较往中间靠而已。他接下来当选之后，他一定是抗衡，而且会比蔡英文更抗衡中国大陆，会更抗衡中国大陆。那当然，柯文哲一开始在喊说与美中强权等距嘛，后来他要去美国之前，应该是有人跟他说你不能讲等距了，美国会不高兴。对，美国会不高兴，所以他在去美国之前，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讲等距，套令全党说不可以再讲等距。其实柯文哲的美中台政策跟国民党是蛮像的，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抄啦。其实他在学理上我们就叫避险，英文叫 hedging 避险。那当然，因为现在避险在国际关系学理上还在讨论它的概念构成要件是什么。那但最主要还是说，在跟各个强权之间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甚至多方纳入，像东南亚这样子，把多方的强权纳进来。所以国民党喊什么？亲美友日和陆嘛，它其实就是多方纳入的概念。他不会喊等距，他是说我们就是让大家都进来，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让各个强权都有势力在这里，但是我们不会靠向另外任何一边，一直是这样子。当然，柯文哲现在他不敢讲等距，他讲说是平衡是什么多角平衡了哈。那当然，这个过去我们在讲说，如果你叫等距的话，那个叫枢纽。早期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力比较强，而且中国还在和平崛起的时候，然后美中竞争角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以当做等距啊。中国是一个，台湾是一个枢纽，在那边两个大强权之间。现在事情时代不一样，而且美中竞争太激烈，台湾无法等距，我们必须像避险一样，在两个强权之间。闪来闪去，对，叫左右逢源也好，左右逢源，对，或者是我们讲的是多方纳入也好，这个是未来台湾可以比较具有弹性的一个外交政策，因为毕竟国际关系我们讲抗衡嘛，如果你抗衡的话是很花钱、很烧钱的，是互从也要有特别注意啊，因为单单互从一个国家有可能连主权都要互从掉，是，所以像避险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哇，那避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台湾如果说去做这个避险？规避这个风险，其实我们现在规避就是战争的风险，没错啊。那避险其实，在我们在财经的概念上叫对冲，就你不会把所有钱都丢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不会把鸡蛋全部丢在一个篮子里面，你不会把钱全部丢在股票里面，你会分散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台湾未来做还是要避险因为毕竟我们面对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threat 威胁在这里，台湾还是要规避一下风险会比较好。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做的是互从。互从美国，极致的互从美国，极致的互从美国，几乎是100%的这个百依百顺，这样子可能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